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周末复盘，这是我们今年的第24期。那么市场出现了比较强烈的一个反弹，那么这一周完全修复了上一周的下跌，市场出现了阳线、阴线和阳线的这样的组合，它代表什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后续的走势的一些看法，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市场已经出现了初步反转的强势赛道，我们将在这些强势赛道上提前布局。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干货分享，尤其是操作的经验，就是熊市中的滚动交易法。如何使用滚动交易法，将你投资的仓位降低成本，使得成本逐步的降低，并且维持相当一个稳定和好的心态。那么我们具体呢，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熊市中的滚动交易法如何去做，它的条件是什么。那么今天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让我们开始吧。开始呢，我们先看美元，美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大圆弧底的周线大圆弧底的突破。那么美元在这段时间非常的强劲，也使得资金回流美国这是它现在这个反弹的原因之一了。好，我们来看标普，标普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像这个绿色段一跌破，一定拉回来。那么阳线包阴线包阳线这样的一个多头炮的一个格局底背离，这里有个 RSI 的底背离，对吧？那么向上一个进攻，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如何判断呢？其实在周线上是比较难判断的，因为它还可以继续震荡出现阴线，也可以继续向下，也可以继续向上。那么这里仍然是什么呢？空头排列，我们需要在日线上找它的买卖点。那我们来看一下 NDX， 也就是纳斯达克100的走势，一样的，这个表现其实比标普相对强度要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阳线其实是跟阴线一边高的，标普那个阳线稍微差了一点，这是周线上。那我们就来看日线上的走势。我们先来看一个先来把彩虹图拿出来。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标准普尔的日线走势大家看日线走势有什么你需要担心的吗？有，为什么？我们看到日线上的一个走势，大家看这里面这里面是什么呢？这里面是一个下降的箱体出现了以后，这里出现了一个什么？这里出现了第一次的一个反弹，这里又往开始新的一个反弹。为什么我们仍然把它当做反弹来处理，而不能称之为反转呢？因为这里面的空头仍然是非常的强劲，除非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来把图画到3年到4年，除非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向上快速拉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样趋势才得以扭转。那即使拉升上来之后，还有一个反转，还有一个回调。那么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反转的买点是什么买点呢？是 K 线站上这些均线组之后的回拉，把整个均线组变成一个多头的排列，这才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反转。那么现在来说，这里还是非常强烈的空头排列，我不认为这里是反转点不认为这里是反转点。那么这是从这个K 线上来看。那我们再来看看基本面。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过去10年的数据。如果我们对比过去10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的这个下跌2020年的这个下跌，这个下跌上是无限量的量化宽松。那么在2018年的这个地方是停止了降息，同时从收紧变成了 QE。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什么呢？是讨论美联储在讨论负利率的一个可能那么我们再看前面的，那么2016年我们说了，这是经济衰退中的负利率可能，这是什么？这是当时的英国脱欧那么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这里这是无限量 QE， 这是 QE 的返回增加。那么大家看14年这个地方是当时美联储的一个鹰派，也是鹰派的一个转折当时是鹰派加上伊波拉病毒的一个恐慌后来也是货币政策改变，这是欧债危机的 QE2。那么13年呢还有 QE3。那么09年这个地方不用说了，这就是正式开启熊市的结束。
开启了新一个 QE。那么大家可以看，所有的大的周线级别的反转点，无一例外都伴随着货币政策的改变货币政策的改变。那么我们暂时在这个位置上没有看到货币政策的改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货币政策有可能趋向缓和的特征，但短期内不认为它会发生改变，除非通货膨胀发生巨大的变化。那通货膨胀会出现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原油的价格已经在构建一个顶部，或者说在日线上我们看到原油的价格这里开始走弱，但是周线上我们看到这里仍然是做一个什么呀？做的一个盘整的形态，有可能还要走出一个新高。那么如果原油再打出新高的话，大家想想股市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这么快的就出现反转呢？我们不能说见了几个阳线就说叫反转，就要看新高，这个地方仍然有一段路要走，我们仍然持有熊市的一种思维模式，但是偏乐观的熊市这个思维模式。那么这就是我们对大盘的分析。那么是否应该特别的悲观呢？我不觉得应该特别的悲观，这里距离熊市的底部其实已经不远了。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上期视频，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现在的美林时钟开始进入 recession play， 也就是经济衰退的这样一个交易模型的过程中，它距离我们的复苏又更近了一步。衰退有衰退的玩法，我们应该先以衰退来做。那么我们要知道，下周将开启财报季，7月12日，达美航空率先打响财报季，那么就将给出一个非常好的基调和指引，尤其是那些半导体行业，我们将重点的关注。那么下礼拜的，我觉得也应该是会增加更新的频率，我们又可以开始做咱们所谓的 ER 战法ER 战法之前跟大家公开了很久，现在呢，如果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我们反收割训练营看。好，我们开始我们的板块分析。今天依旧是 XBI 最强，那么 XBI 的相对强度已经超过标准普尔非常的多，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 XBI 对比 QQQ 的这么一个走势，大家看这里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向上的大幅的突破。那么大家看 XBI 对比 QQQ，XBI 对比 QQQ， 这里已经是卖点，那么出现绿色的变色，说明这里面已经是大幅的走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对比 QQQ 有没有变好呢？仍然没有变好，半导体板块，但半导体板块 SMH 对比 QQQ 来到了一个相对支撑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 XBI 对比 QQQ 走出了如此强劲的这么一个反弹，那么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现在最强劲的这么一个板块。那我们现在换成另外一个，我们来看 ARKK 对比 QQQ。ARKK 对比 QQQ 从下降趋势发生改变，只是没有 XBI 那个变化那么的大，那么它也是颜色变绿，进入了一个什么呢？相对强势的一个阶段。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美股 KY 中概股 KY 对比美股 SPY 的走势，也是这里变强变强，它的趋势从弱变强了多说一句，这个简单交易操盘系统呢，其实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波段交易系统，可以用在不同的时间周期。大家如果用下面的附图的那个链接开户，我将送您3个月的简单交易系统。好，那么这个我们再来看我们现在这个板块，我们看到 QQ 它的强度对比 SPY 也是走强的，也就意味着 QQQ 科技股上对比现在的传统或者整体上来说是强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来看到这个热力图，用1周来演示大型科技股特斯拉、亚马逊、谷歌、Meta、Apple、Microsoft 大家看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正好是科技股这半壁江山中的一个正向排列。什么意思？
越具有成长性的股票涨得越多，特斯拉涨得最多，因为它最具成长性，而微软这里最具传统股票的一个特征，所以微软涨的是最少。那么这就是一个什么？乍一看，这里面 Google 是最类似于一个成长型的大的科技公司的样子。那么 Google、亚马逊、特斯拉排在前，紧跟着苹果，最后是微软，是因为大家看，这就是相对来说进攻型的一个样子。能源啊，对吧？这些地方都是材料啊、utility 啊，这些是比较弱的。现在形成了一个偏向于利率环境受益的这种板块的这么一个样子，包括看铸件板块，这里也是受益。但大科技在涨的时候，一般来说不会让你失望。那么这是整体上非常优质资产的一个表现。那么我给大家看了，说科技股普遍表现不错。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小盘股和 SPY 的表现有没有不同。你看这两个走势仍然是处于一个盘整期，所以至少现在来说，我们没有看到小盘股的一个强势的一个突破。而这里面呢，我们看到道琼的走势在这段时间是走弱了，之前道琼是比标普走的强的那么在这些保守的公司开始进行轮转，资金开始走我们说的 recession play。recession play 什么意思？对于经济衰退受经济影响非常大的公司，他们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而受经济衰退影响小的公司，有垄断性和科技性非常强，但对利率特别敏感的公司，他们就会出现相对强。为什么会相对强呢？因为利率对他们太敏感了，这些成长型公司他们需要很多的融资。那么如果利率降低对他们非常大的利好，那么经济不太好对他们是一个损伤，这俩是相对来说是个中和的那么如果现在经济不好的话，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比如说很多钱去美债，那么对于我们说保守板块也是非常大的伤。还有就是美元如果在暴涨的话，对于可口可乐比如说这样的跨国公司也非常伤所以这些对于我们说保守板块相对来说就会偏弱，那么我们来每一个板块都单独来看一看。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小金属 XME， 这里已经是什么？这里是背驰段打出去之后形成了3重顶部结构。当时我忘了是我们群里哪个群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提醒他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出，最后这提醒的又是这个位置，就让我想起了当年的 ARKK 和比特币，提醒不到最高点，提醒到了一个相对高点之后再向上涨，很容易被别人拿出来算。但是大家看到这里形成之后，这里已经就形成了一个区间道，这一个下跌这个趋势上一个下跌就打到了这个盘整区，也就是这个中枢的终点。那么这个位置是不能去追空了，不能去追空。如果我们真正走的是 recession play， 大家注意，不排除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情况就是向下打破了这个空间，那就是非常强烈的一个下跌了，那不排除这种情况。但是我们暂时不能在这个地方追空，等它反弹出来，制造一个什么呢？制造一个大规模的次高点。那么这样，这里一个下跌拉到这儿，那么这个走势很有可能大级别的走势形成一个终结大级别走势的一个终结。所以这是小金属这个地方我强烈认为不会做多。那么像我们看到的材料板块，那这基本上就是直接就废掉了。为什么？这里是个大型的中枢之后，这里出现第二类卖点以后直接就砸下来了。那么这个砸下来之后，那么这里的就全都是什么套牢盘，对他来说短期内就不要看多了。那么相对比较强势的，大家看已经跌了很多了，包括软件板块如果再下跌，那就是一个大的非常大的一个什么低类买点，那我们就等待下跌。如果是涨上去了也很好，那么就是在什么反转上做能源板块这里我也觉得是下跌这个事儿没有做完，非常弱也不会去做。那么我们的强势赛道到底在哪里？强势赛道就在生化这儿。大家可以看 XBI 这里面2点大家可以去参考。第一，我们看 XBI 这个地方，首先只要在这个箱体之上，它就是一个反转的强势。大家看这里是低点，这是个双底，这里形成了2B 的一个结构，形成2B 的结构以后，那么这里就有了次高再向上会有盘整。那么如果盘整的话，你第二个止损点就是止盈的位置就是在80附近，
只要这些位置逐渐的有新高，或者说直接在这守住盘整，那么这就是个强啊，这就是强，不用着急说因为涨得非常多了，你说啊从60多没超到，那现在都80多了，其实距离我们说的多头排列还有一段距离，根本不用着急。我们用这个均线组或者说彩虹图来大家看一眼。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吧？刚走好，也就是刚意味着均线上全都拐头向上，它的回拉就在这里形成支撑，将是逢低做多。什么叫逢低做多？均线全向上，大家看均线全向上，只要有回拉就做多，回拉就做多；均线全向下，那么只要反弹就做空或者不做，不做。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SBI 是我们第一个非常强势的赛道。那么第二个强势赛道，我们看到的是成长股的集合 ，LKK 基金，这里面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强的，但是它现在没有 XBI 走得好啊。那么生化3个ETF， 还有看 IBB， 这是纳斯达克100中的生化，大家看，其实不比小的那个 SBI 弱，这里面已经走的比它其实还强的，因为这个低点直接打到它这个低点高点了，这是非常非常强劲。大家看 MACD 如此强劲，这是底背离。底部结构一出来，非常强劲的上涨，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逢低，如果后面有回调或者盘整，那都是逢低做多的地方。那你这个逢低的地方可以是120，可以122都可以，那就均线开始变成什么？变成支撑，对吧？这均线变成支撑。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我们的 XLV 板块，XLV 板块，它的这个位置上也是走的非常强劲，但是没有那两个走的好，因为下跌不是非常充分，它其实是大规模的一个扩张啊，这个其实要小心一点。为什么？这里其实做了一个这种大的扩张一个喇叭型的扩张。那这个扩张的话就是可上可下，但是具体的话得去看里面的小的公司，里面的组成的部分，不能叫小的公司，而是组成部分。那我们再看这里还有一个走比较强势的什么铸件板块，这都是受利息。有可能降利息的这个地方，那么 recession play 降利息的这些板块都出现了非常强劲的一个反弹。半导体最近终于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半导体的话，我们会在个股的分析中更多的去分析，但整体上大家看半导体是不是变强了呢？半导体还没有完全转强，半导体真的很惨，是在成长被杀的时候杀半导体，但是在这个经济衰退的时候还是杀半导体。但为什么我们这么杀半导体，半导体还是个强势的赛道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周线的图。周线图上，我们来看半导体的这个走势。我们来看未来的这个之前的9年，大家看半导体之前的这个走势从多少呢？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110到95之间的下上下，大家看这里形成了一个中枢，那么也是盘整区。那么这个地方涨得太多了，为什么？咱们说这个从94到300，这是有一个行业竟然涨了将近3倍，你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确实是出现了严重的高估。那么大家看这里顶部结构出来了以后是周线级别的，周线级别的顶部结构直接就灌下来了，灌下来了之后，我们要看它的回调是多少呢？回调将近50%。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这里回调将近50%。来，我们拉一个斐波那契的数据来，大家看，这里回调已经接近了什么0.618。那么如果把这个高点往上拉，做这个高点，它是0.786的回调已经将近要不然超过50%，要不然在0.618的这回调。那么就是你都回调这么多了，其实才是一个0.618的这样一个标准式回调。那么后面的话，那只是说它还是小幅回调呢，还不是大幅回调，它才回调了100多块钱，也就是说从300多变成200多，它只调了33%，但大家就觉得跌的非常多，因为个股跌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个地方它仍然是强势，为什么？因为你周线上这下上下，只要不跌破120，它都是属于第3类一个买点。那么这是一个长期的，我们不管从基本面上和周期上都不差的这么一个赛道，但是它现在的趋势还是偏弱的。我们在日线上看，
我们在日线上看，大家看这个地方仍然是什么？仍然是偏弱的，资金还没有全面的进来。那么有些个股我们可以单独再来分析。那么这就是我们板块的分析。个股方面呢，我们依照 W3 Data 的幸运老师那个网站来做一个分析。英伟达、AMD、NIO、Apple、MU、Amazon、Roblox。好，那我们挨个来看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女单。那么这里最近呢是大家讨论非常多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小的破线翻。那么154止损啊，我觉得这里可以做多，这里做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态啊。什么形态呢？大家看这个形态非常的漂亮啊，这个形态非常漂亮。什么呢？第一，这里是一个上下，这是一个上下上的这么一个咱们说我用中缠论了，这就是中枢的一个走势。那么这里又是上下上，这里是两个中枢之后，这个位置上就是一个底分型，离它非常近啊，离它非常近的话，就说明这个位置上如果要这样的话，它很容易在这儿形成第一类买点。那如果再下来也没关系，再下来的话，这个地方非常弱了，它一定是第一类买点。那么这个第一类买点出来之后，它后面还可以你可以第二类买点再做，它机会非常多。那么我们再看 MACD 的结构啊 ，MACD 的结构这里面是一个标准 W 底，那么你只需要在这个位置上155左右止损就可以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后面还有 AMD 和 NIO。AMD 跟它走势是差不多的啊，差不多的，但是没有英伟达好，是因为什么？它是这个中枢的一个支撑，那这是一个小的上，那么这里是一个中枢的扩展，那么你可以说这个70多应该是个非常强的支撑了，也有资金抄底，小的结构没有英伟达那个做得好，但是呢，半导体走的就是差不多。如果要这样做的话，73作为一个止损来说，这个下面是6块，向上的空间非常大，向上空间到100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20:6，差不多1:7的比例，在正常交易中1:7的比例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比例。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NIO 的话我就不分析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基本面我不是特别看好，属于呢，如果你真的要做三傻的话，那么后面排名比较高的应该是这个理想电车，它在这里是个大的突破，耐心的等待它的回调。回调是我们一个送分题的交易模型，等它回调的时候，我会在这个地方再跟大家讲，这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形态啊，这是非常强势的形态。那我想锂在这里面也有啊，前13名有。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这件是比较热门的啊一个公司，就是 RBLX， 我也没看到任何关于它基本面改变的信息，而是纯的一个炒作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跟生化板块的样式是非常一样的，只要在这类地方啊跌破没有跌破，那么这就是我们买入的一个投机的买入点啊，这是一个突破后的回踩向上啊。现在呢，只要颜色不变，从日线级别持有就可以了。现在还没有任何走弱的这么一个样子。好，我们看到其他的，包括亚马逊和 Google， 我们再来看一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oogle 呢，我们今天在案例中跟大家分享了，还是滚动操作。那么这个位置上不排除这里再下去制造一个第一类买点的可能，那么也不排除上去之后形成第二类和第三类买点的可能都可以。我们呢走一步看一步啊，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我是偏多头的，我个人非常喜欢。好，这个是我给大家找的一个标准的，特有意思，0.5的这么一个回调，亚马逊的这么一个bearish 的这么一个咱们说的叫什么呢？就是一个蝴蝶的这么形态。那么跌下来以后，正好跌到1.618这个位置。那这里亚马逊的形态，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那是因为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上下上，它成了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这里面也是相对来说偏弱。如果正常走势走完的话，我希望它是这里还有一个低点，那么这也才能形成我们一个真正的买点。短期内的话，我可能不太会做亚马逊，虽然马上有一 Prime Day， 它有一些可炒作的理由吧。那么最近比较火爆的还有就是说这些小毛票又开始动了，什么 AMC 啊、GME 啊，像 KSS 这些，那么我个人呢对他们一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那么大家自己呢去这个把握吧。我个人呢就觉得这些地方操作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没必要很多优质资产打折没必要在这个地方跟它较劲这就是一个
还有，那么如果大家分析一下特斯拉这类地方出来一个趋势线的突破以后，现在又是走到跟大家看是不是跟 Roblox 有点像，它是个箱体，你没必要在这儿强行参与不需要强行参与。我个人觉得箱体这个位置上不排除还要有离开的，而且有可能比如说走出这样的一个是非常难受的。那么我希望是它走上来走得越大越好，它的这个回调相对来说就稳了。那么我们买点在这儿，或者说这里若要假突破的话那就惨了。那么下面的买点仍然是出中段的买点出中枢段的一个买点。那我们再重新画一下那么就是我们的计划是上去之后回拉的一个买点，这是我们的一个买点。还有的就是它在这儿下来了没跌破买，做震荡。如果跌破了，那么做个 ABC 的话，我们这里也可以在这儿做买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分类。对于特斯拉来说，短期内我还是一个谨慎的态度。我不觉得特斯拉现在的话，我知道是上面套牢盘已经都出的差不多了，但筹码不够集中，而且是真正要突破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还可以设个单子。我们从交易角度说，不是说非得买的最低你这突破了750这个地方，对吧？你这个位置上一突破上去之后，只要这个带量攻上来了，那真突破了，那就做突破呀，因为你止损就在750多，你止损很小，那怕什么？你做呗。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他执着于买在最低就很牛嘛，一点都不牛，买在最低有什么很牛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基本面的支撑。所以这就是我们个股的一个分析。好，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专题，也是非常实用的交易方法。那么大家可能在各个媒体上看到太多关于基本面、关于信息去解读，包括政治新闻的解读。那么我们该如何操作？今天呢，我给大家分析和分享一个非常有用的熊市滚动操作的这么一个心得。在熊市中，如何能通过滚动操作保证我们有很好的心态，有一定量的仓位，同时呢获得廉价的优质资产。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个话题，什么叫高抛低吸。相信大量的初入股市的朋友特别喜欢听别人讲的一句话，就是高抛低吸，听起来非常简单，想起来也很容易，特别的美好。但为什么没有一个高手可以做到高抛低吸？因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高抛低吸的核心是要严格定义高，且能在高的地方抛，吸且能在低的地方吸。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去定义高，怎么去定义低？市场具有非常强的随机性，市场具有不可确定性。那么在一个非常不可确定性的情况下，你强行去猜所谓的高和所谓的低，那么往往出现的问题是，这个地方很多人是在真正上涨的起涨点，尤其是高位盘整后的突破，反而在这个位置上选择抛，没有吃到真正的主升浪。然而呢，在低点选择吸，恰恰是半山腰或者是山顶下面一步的位置，下跌的时候又吃个满的。所以真正的高抛低吸没有这么一回事儿。而且我们很难做到你100%的对，不管是跟 buy and hold， 也就是传说中的买入买定离手这种方法相比，在牛市还是在熊市中规避风险，这都是一个让人亏钱，或者说想起来很美好，而实际中非常难操作的这么一个话题。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 AMD 这个位置上，大家看涨到前高了马上前高了，那么高抛吧，那高抛了，高抛完之后94直接拱到121，那么这里涨了30块，也就是30%， 30多的盈利没有了。好，那我们再看这里一波下跌，从多少150、160跌到了80-90，那这算不算低吸呢？很低，是个低吸。那么在这个下跌的过程中就开始低吸，吸完之后没有怎么动之后，那现在到了70，你又怎么办呢？我还不用去说再举几个更极端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柔库，那柔库你到底多少高呢？这里一个大的杯柄，大家一看都涨从多少？从好家伙60
涨到150了，这涨了多少啊？涨太多了，再高抛吧，高抛这才是起涨点，人家直接灌到了500多。灌到了500块钱，那么你这个地方等于说你高抛，你这150就抛，然后呢500多，好，那500多一回调，那太好了，我们这低吸，哪怕你到这个点上276块钱低吸，它现在多少钱的低点是多少钱？70多，你等于说又是吃个满的，所以我们注意，在趋势的过程中不存在高抛低吸，我们在看到趋势的时候，我们只在盘整中高抛低吸，所以我就随便举了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到高抛低吸就是一个非常没有用的伪命题，一般来说就是骗散户用的。好，那么回到我们说熊市的滚动操作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这里首先一条大家必须知道，这个条件是当且仅当，意味着所有的条件必须同时满足。那么只有同时满足的时候，才能符合我们的要求。那么第一，我们要知道，一定是在熊市中。大家知道，熊市是难得的一个抄底优质资产的机会。在牛市中，我们拼的是什么？拼的是投机，找到优质赛道之后，敢于下仓位，比谁的盈利大。而熊市中，我们找的是什么？找的是优质资产，成为我们长期持有的基石。因为很好的公司在牛市中很少给你打折，或者给你打这么大的折扣。那么在熊市中，很多好的公司，他们的下跌幅度相对较少，他们给了我们很多长期投资的机会。那么第二点，它必须是优质资产。那么对于优质资产的定义，我跟大家一起来复习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的优质资产的几个特点。那么优质资产的几个特点，我们说第一，城墙或者护城河非常深价格资产价格不贵，那这个不贵需要一个非常完整的估值模型。我在我们的反收割训练营 A1 的课程中，已经为大家更新了具体的公式和选股器，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参考链接就在视频下方。那么资产价格不贵，护城河非常深，意味着这个公司具有垄断的性质，同时它现在被低估。那么第三，它仍然具有上升动力，这个公司仍然是处于扩张期垄断扩张护城河深。那么第四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牛市中，这样的公司只有大盘出了问题的时候才会下跌，而不是因为自身公司不行而出现的下跌。所以这是跟大家复习一下优质资产的定义。那么细致和具体的问题，我们在反收割训练营的课程中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滚动的心得，下跌已经超过 20%， 什么意思？你不能是刚下跌的时候就进场抄底做滚动操作，而是在牛市结束了以后，我们确认了熊市已经下跌了 20% 以上甚至于超过 30% 的时候，它确实是个低估的状态。我还发现在低估，而且市场的情绪，市场看空的情绪非常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属于一个机会抄底优质资产。那么抄底优质资产在熊市里面，很可能我们就买在了一个半山腰，或者说买在了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让你变得如果再下跌你会非常的难受，拿也拿不住但同时呢涨上来又怕你错过，那怎么办呢？我们这里就用滚动操作法。那么滚动操作法考验人的两个点非常重要。第一，我们必须要非常强的仓位管理，你不能是上来就 all in， 如果你上来 all in， 你下面再滚动的话就没有操作的空间了。我们每次在滚动的过程中不要超过仓位的1/4，我们有一个底仓，同时用底仓的一部分上下进行滚动。那么大家可以选择没有税务的，那么这里还有税务的考虑，长期的投资可以选择，如果你有税务考虑，你可以选择是叫做后进先出的这种方式，或者说你在投资的过程中运用 IRA 或者是海外账户等各种方法，用没有税务的账户在这里面做一个仓位的管理。那么这个管理是首先仓位滚动的过程不超过1/4。第二点，要有平和的心态，因为这里要求大家一个点是买大跌卖大涨的过程中，因为往往大涨的时候你很高兴，你很轻松，你就愿意在里面花钱买股票恰恰买在了一个高点，那下跌的时候非常难受，这时候就卖在了一个低点。这个需要你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去什么呢？买红卖绿，在美股中买跌卖涨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条你必须都要满足，才能成为我们熊市滚动操作法的核心。那么在牛市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牛市中主要就是持股也不用什么高抛低吸，持股就可以，或者说剩下的钱去专门找到情绪的那种泡沫，什么泡沫多它就会带来大幅的盈利。包括我们看到那个肉库从几十涨到100多之后，最后能涨到500多，是因为它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这个上涨的龙头股，它就代表了资金的合力。那么在熊市中，我们找的是高质量的资产，它是我们成长也是美股成长的这些基石。大家好，今天的广告由我自己来做，为我自己的产品做广告。经过1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反收割训练营 A 级别课程 2.0 版本的更新。那么这个课程呢，将涵盖大量你所需要的知识。我知道很多朋友在交易的过程中，你的信息是碎片化的，你的信息来源于很多地方。在交易过程中最困难的，也就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该如何处理呢？我到底在哪里该买？我到底哪里该卖？我如何止损？我如何控制仓位？我到底有没有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系统？我到底如何看懂这个市场？面对这么多的疑问和这么多碎片化的信息，我为您制作了反收割训练营。通过反收割训练营的学习，帮助您更好的在市场中生存，获得成为在市场中遨游可以自己自主交易的一个交易者，而不是永远的去跟单，去追逐所谓的热点，成为在市场中被人任意宰割的韭菜。我们反收割训练营主要是针对不同的阶层开展的不同的课程。A0 的课程和缠论学习的课程是免费开放的， A1 的课程现在更新到了 2.0 版本，其中部分的课程也是开放的。还有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 A1 的课程中拥有了非常多的内容，这个内容包括我们正确的投资理念，包括如何快速的告别韭菜3连，还有包括如何解读 MACD 双均线交易系统，还有能量潮、布林带、量能、价格，还有形态学，最后斜波，到现在我们当下所信用到的基本面入门、熊市保命法则，到牛市中如何使用游资战法。那么这些方法可以足够给您很多的武器，精通其中一个，其实足以在市场中先生存下来。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跟单，喜欢听别人喊，喜欢听一些非常轻松的话题，但毕竟交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也是一个严肃的商业、严肃的事业。那么我希望您通过学习这样的课程，在您前进的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能帮助您构建自己的交易系统。我们所有的课程呢，都是有引用，还有给您的书单，包括书本上的定义，但我绝对不会照本宣科，所有的课件均我自己自主原创，因为这里有大量的我自己的经验案例分享，尤其是如果这个问题错了，我们该如何处理。通过这样的经验、实战和理论的分析，能快速的带您更上一层楼。谢谢大家。好，我们来看个案例啊。我们首先给大家一个案例，就是谷歌。那么谷歌在这个位置上呢，我们知道它符合我们优质资产的定义。从这个高点大约是3030到这个低点大约是2531，那么它的下跌差不多是500块，那么意味着已经下跌了超过1/6，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回调。那么我自己呢，在2500多、2600多分别进场做多谷歌但是事与愿违，这里我买在了一个半山腰，我的仓位首先第一，你不能100%甚至上这个 margin， 这个就不用说了，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素质和素养，在熊市中不能满仓。买到了这个相对的，当时是个低点了，上去之后没有大幅的出，直接跌下来了。跌下来之后怎么办呢？我们采取的是滚动交易法。那怎么滚动的呢？大家看啊，
就是这个地方下跌的非常多，又回到2500多，那么我已经到了我们的成本线附近，甚至于2600多成本线之下了。后面的这个大跌来到了2300多，进行一个小幅的加仓之后又一个下跌，那么又达到2200多，也就差不多在3%到5%的这么一个下跌的一个空间，你可以选择3%，一个选择5%，要看这个股票的波动性，它的贝塔。那么大约差不多走出了一个 standard deviation 的这种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下跌之后，我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两次的一个加仓。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加仓之后，3个大阳线直接拉回了2300，那么这一段从2200多到2300，又是一个将近3%到5%的一个收益。那么这块的话，我就卖出我加仓这2部分中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大部分了。那么这样的话，一个小滚动，我的成本就从2500多稍微降下来一点点。之后特别惨，又跌了又跌了之后就没怎么动，结果这个地方有一个大跌，当时低开这个低点，大家知道吗？这将近8%呀，这是8%，8%是什么消息呢？印象非常深，当时是 Snap 调整了它的一个结构，可是当日就买回，我当时抄在了几乎最低的一个位置，为什么？因为当时一看非常低，就在这个低点附近2030还是40，就直接挂了个单子2030还是40就挂了个单子，忘了，反正具体这个位置上，结果很幸运我抄到了一个相对来说的低点，但这没有什么，这不是值得什么这个只是运气好不是值得什么夸耀的一件事情。那拿了这点之后，大家看迅速的反弹之后，这里形成了倒行反转，然后均线上插，不错，看一看涨多少呢？咱们就说从低点算，从2100一直又涨到2300，这就将近多少7%到8%的一个收益。我一看涨了78%，7%到8%的收益之后，这一部分又滚动出去一块，所以我的这个成本就下来了。然后呢，这里又下来一块之后，结果呢，这个地方就好办了，跌3根大阴线，不符合我们的买入，那我就在这一买。那我是不是买的最低呢？我们不是买的最低，我也不在乎会不会买的低。如果再低，我再加一小份，因为知道我们整个仓位，比如说这是一个占总体仓位的20%，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只用了10%去买，然后剩下呢，我会再用5%的资金在这里做滚动。那这里下来之后，一看跌了5%、6%，你给一个具体数也行，你给出一个什么形态都可以这个时候不去做认真的择时，为什么呢？因为熊市的波动非常大，一个消息打下去非常厉害你的很多择时系统是不工作的所以说下来之后，我们又买一点，对吧？买一点弹起来，没弹多少这就不做大，我一般都是4个这种大的一出，又来到这个地方支撑，大家看这是 W 底的颈线吗？要不然突破，要不然回去，大概率什么突破或回去。这里一看支撑又是熊市这个阻力又是熊市出又出一块，那这个成本就从这儿刮又下来了。那么折腾来折腾去，从2500到2600，就这么几笔一折腾这一波上来我又开始嘛，又是底下这儿又是2100低吸然后呢再拉上来之后，这面连续在2300，我看2300多一点和2350连续再做卖出再做滚动卖出我在这个 Discord 中呢，其实是我更新我的交易记录，我有自己记录交易记录的一个习惯，但只是没有给大家公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那么这个交易的操作就是什么呢？大约涨5%到7%左右，我就开始卖，然后呢，跌个4%到5%呢，就去买一点。那么如果比如说它一直跌，像这种一直跌的话，我就不轻易在这个地方不轻易的大幅的加仓，一般加一仓还要跌。再跌就再加一仓，如果再跌的话，就不轻易的去加仓不要轻易的去加仓，因为你不能10%的仓位做加到20%，做加最后满仓了那不行，而是我们不是金字塔型的那种叫散户式的越跌越买，没有，而是看到了一个相对的底部才去进去做相对的底部进去做，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就是因为谷歌这段时间一个是涨得好，第二点它是做了箱体，给了高抛低吸的机会，那么这种箱体的过程中很快成本就打下来了，那从2500到2600直接现在已经压到了2270多，那么这一轮下完之后就是2230多，那么这样的话我的成本不断下降，它就是我的持有的资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这个资产的平均价逐渐下降的过程中，我也不求抄到最低，但是呢我的这个均价逐渐降低，在后面的牛市中将会给我带来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利润那么是谷歌。那好，那还有很多朋友说我喜欢什么？我喜欢特斯拉。
那跟大家不满意说，我也很喜欢特斯拉，我也觉得特斯拉是好公司。那我们来看看我是如何在投资的过程中没有选择好择时又要交易的话是另外一回事了，交易拼的不是这个。来，好，那我买在什么地方呢？大约这个底部大概这个底部，差不多这个中枢底吧，860到870。那么好，这一波大的下跌，少量的买个一手，对吧？买一两手就好了。上来又下来之后，那再买一两手，那么差不多就是也是10%的仓位，用剩下的就是什么，另外的一半5%或3%的仓位开始滚。这个地方来了2次，差不多5%的仓位进去，那15%了。这一波大的上去之后，这两套都解套，而且这两波加的都出了，而且都有非常大的利润。那么这是10%几，那么大约就在什么地方？这个趋势线上，我一看过不去，那大约就在750附近，740多还是30多就卖了。卖了多之后开始又下来之后，你看看又到630多，只要又跌一动，而且特斯拉波动大，它那个滚动更快。为什么呢？这动不动一跌就100多块钱的，然后下来又买一份100多块钱，涨100多块钱就卖，跌个小100块钱就买，直接就在这个，你看这是750吧，直接到650，又在650买，然后呢准备上来之后750又卖，折腾着我们大约成本从800多差不多这个870、880这个我就好像是比较高的。是这个位置上逐渐的降低到了这个位置，那么这是投资的仓位。如果从投机和我们交易角度来说，没有任何机会没有任何什么地方是机会，这个地方突破了以后再说，突破形成第3浪买点再说。投机就是不是这个玩法了。投机是怎么做呢？再对比一下我们平常说的交易，投机是这个位置上RB、LX、Roblox。W 底类似于突破了以后又回踩13日线，在这个位置上大参进去做38块多，今天高点来到了42也就是说才5个 K 线，我在这里投机的仓位就赚到了20-30%，那么这个地方出掉也是10%左右的仓位，那么这一单就有3%的盈利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什么呢？叫做熊市的滚动操作法，通过滚动操作法来降低我们的成本，但注意一定是投资仓位的滚动操作。现在是熊市，投机是非常难的，而且很多的择时系统是非常难的。希望这个操作的方法对你有所帮助。